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？很多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，临到晚年却做了一件最糊涂的事，把房子给了儿女，把钱也给了儿女，把自己彻底掏空了，以为这叫慈爱，以为这叫放手。结果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在儿女家里看人脸色，换来的是生病了伸手要钱时那双眼睛里一闪而过的嫌弃，换来的是一个字卑微。我告诉你，这背后藏着一个绝大多数人到死都没搞清楚的道理。你手里握着的那2样东西，再亲的儿女也不能提前交出去，交出去的那一天就是你晚年噩梦开始的那一天。但我先不急着告诉你是哪2样东西，你跟着我的思路往下走，你就全明白了。很多人以为把财产提前给儿女是大度，是慈爱，是给孩子少奋斗20年的礼物。还有人以为住进儿女的房子里就叫享受天伦之乐，叫含饴弄孙。各位，这不是大度，这是糊涂，这不是慈爱，这是在亲手毁掉你晚年最后的尊严。我常说，人性这个东西是经不起空间和金钱双重挤压的，不是说儿女不孝，不是说年轻人坏，而是人性本来就有它幽暗的那一面。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依附别人的人，你就失去了作为长辈最后的那道防线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规律，是几千年人性沉淀下来的必然。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做艮卦。艮是什么意思？艮是山，象征静止，象征守护，象征有高度，有厚度，万物依附。这一卦告诉我们，到了晚年，你要修的就是这座山。山在那里不言不语，但它有根基，有重量，谁都要对它生出一份敬畏。还有一卦叫做乾卦，乾为天，天就要高高在上，天就要自强不息。这2个卦放在一起，说的是同一件事。你若是把自己降到了完全依附别人的位置，你的人生就彻底陷入被动，你的气场就彻底散了，你就从山变成了一滩流沙，处处随风飘荡，处处讨好别人。到那个时候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易经还讲同气相求，你散发的是强者的磁场，你就吸引尊重；你散发的是弱者的磁场，你就吸引怜悯，甚至嫌弃。这不是哲学，这是物理，这是能量的规律。今天我要非常严肃、非常真诚地告诉每一位步入晚年的朋友，你手里有2样东西，你就是咬碎了牙，也绝对不能提前交给儿女。我们先说第一样不能交出去的东西，就是你的房产产权和你安身立命居所。我认识一位老王头，广东人，做了30年生意，家里积累了2套房产，一套自住，一套出租。有一年，他大儿子在深圳要买房，插首付，插了一大截。老王头心疼儿子，二话不说，把自住的那套卖了，钱全给了儿子付首付，自己搬进儿子那套新房里住，想着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多热闹多圆满。结果呢，头3个月还好，儿媳妇嘴上说欢迎欢迎，脸上也挂着笑。到了第4个月，老王头发现气氛变了，他想大声看个电视，孙子在做作业，他不敢，他想炒个他们老家的菜。儿媳妇嫌油烟大，他想约几个老朋友回来喝茶，他要先看年轻人的脸色。老王头跟我说，曾老师，我住的是我儿子用我的钱买的房子，怎么我住在里面像个外人一样？我问他，你把房产证写的谁的名字？他低下头说，写的儿子的。我说，那就对了，
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，那个人就是主人。你是在儿子家做客，不是在自己家生活，这就是问题的根源。各位，你在自己的房子里，你是主人，你想几点起床，想吃什么菜，想带哪个老朋友回来喝茶，那是你的自由，那是你的主场，你的气场是向外扩张，你的神魂是安定。可是一旦你搬进了儿女的房子，哪怕那个房子是你出钱买的，只要产权在儿女名下，你的气场就开始收敛，就开始萎缩。长期处于这种低能量的状态，人的身体怎么可能好？我见过太多的老人家去跟儿女住，没几年身体就垮了，病痛就多了。很多人以为是老出来的，告诉你，不是老出来的，是憋出来的，是气不顺导致。中医讲，百病生于气，气顺则百病消，气滞则诸病生。你住在别人家里，每天看人脸色，每天压抑自己，这股气憋在心里，身体能不出问题吗？更残酷的是，当你失去了那个可以随时退回去的避风港，你在家里的地位就会迅速下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筹码。我给你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。唐朝有一位名臣叫做魏征，魏征一生直言敢谏，敢跟唐太宗当面顶撞。为什么他敢？因为他有底气，有底气才有底牌，有底牌才有尊严。魏征死后，唐太宗说，我少了一面镜子。为什么太宗这么说？因为魏征从来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依附于皇权的人，他始终保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和判断。晚年的老人跟儿女相处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你手里有资源，有退路，你就是长辈，你就是家里的定海神针。你对儿女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，是因为他们知道你是独立的，你是有退路的。一旦你把底牌全交了，你把自己完全掏空了，你就从定海神针变成了一个需要被照顾的负担。人性当中有一个很幽暗的部分，叫做欺软怕硬。这不是儿女故意要欺负你，而是自然规律。当你展现出依赖，展现出无能，展现出彻底的服从，对方的潜意识就会自动调低对你的尊重等级。一旦你把房子交了，你住进儿女家里，如果住得不顺心，想搬走，你还有地方去吗？你的钱已经变成了儿女房贷的一部分，想走没钱买房，想住又住得心酸，这就叫前后两头落空。反过来看，那些早早把房产全交给儿女的老人，最后晚景如何？我见过一位老太太做了同样的事，儿女起初还算孝顺，但3年之后，有一次老太太生了重病，需要住院，儿子媳妇为了医药费的事吵了一架。老太太躺在病床上，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争吵声，当晚一口气没上来，走了。她临走前拉着我学生的手说，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把房子交出去了。没有了房子就没有了退路，所以记住了，产权是你的命门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你的名字必须写在房产证上。这不是防着儿女，这是保护你自己，也是在保护这段亲情。你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儿女回来看你，那叫尽孝；你住在儿女的房子里，那叫寄人篱下，一字之差，天壤之别。接下来我们讲第二样绝对不能提前交出去的东西，就是你的生活支配权和你的医疗储备金。很多老人觉得我老了什么都不懂了，钱放在孩子那里管着最保险。
我每个月需要用钱了，问他们要就行了，还觉得这叫放权，这叫享清闲。各位，这不叫放权，这叫交命。我经常讲，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金钱的支配权，他也就失去了活着的热气。你想想看，当你买件衣服要问儿女拿钱，当你想给老朋友送个礼要问儿女报备，当你吃个药想用好一点的，都要先估计儿女会不会嫌贵，那种日子叫什么日子？这不是说儿女不孝顺，而是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到我们无法想象。他们每个月要还房贷，要养孩子，要应付各种开销。当你的每一笔支出都变成了他们预算表上的一个负担时，那种纯粹的亲情就开始变质了。我认识一位老陈，是上海退休的工程师，子女3个，都在外地工作。后来老陈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管钱麻烦，就把退休金、存折和医保卡全部交给了小女儿帮他管。起初小女儿很尽职，每个月给她留够生活费。结果呢，小女儿自己家里出了变故，丈夫生意亏损，老陈要买一双好一点的鞋子，都要打电话去问小女儿要。小女儿有时候接电话，有时候不接，有时候说：“爸，你先等等，我最近手头紧。”老陈跟我说的时候，眼泪都在眼眶里。他说：“曾老师，我当年有多风光，现在就有多窝囊。”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受，但我没有安慰他，我直接告诉他：“老陈，你这是自己把那把遮风挡雨的伞拆了，然后还怪老天下雨。”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家，年轻时雷厉风行，晚年却变得畏畏缩缩。他们跟我哭诉说儿女变了，变得不尊重他们了。我说儿女没变，人性也没变，变的是你，是你亲手把自己那份尊严的底气给交出去了。从命理的角度来说，人的晚年走的是什么运？是收藏之运，是蓄积之运。就像天地到了冬季，万物归藏，你这个时候反其道而行之，把积累了一辈子的资源全部散尽，那就是逆天而行，就是在最需要守的时候选择了散，等到你真正需要用的时候，府中无米，你拿什么来应对？五行当中，水代表财富，代表智慧，代表流动性。你手里的医疗储备金就是你晚年的水之根源。水旺则肾气足，肾气足则精神好，精神好则身体好。你把这个水源交出去了，你就断了自己的根。再从相学的角度看，一个手里有底牌，心里有主见，生活清爽有活力的老人，他的眉宇之间有一股气，叫做主气。主气足的人，眼神是清亮的，走路是稳当的。这种人，儿女会自然而然的去依靠，去尊重。反过来，一个把自己掏空了，整天除了唠叨就是祈求关注的老人，他的气场是涣散，眼神是浑浊的。这种人对儿女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，他们会下意识的想要逃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手里握着那笔医疗储备金，那就是你的战略资源。有这笔钱在，你生病了，可以用最好的护工，用最好的药，你不需要儿女为了你的医药费去跟配偶吵架，去压缩孙辈的教育开支。你活得越独立，越体面，儿女对你的感情反而越纯粹，越真实。我给你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。宋朝有一位名相范仲淹，他的母亲谢氏是一个极其有智慧的女性。范仲淹幼年丧父，家里穷到揭不开锅。谢氏改嫁之后，
仍然省吃俭用，为范仲淹留着一份学资，一份退路。他从来没有把家里最后的那点积蓄全部交托出去。正是这份底气，让范仲淹在最艰难的求学岁月里有了支撑，最终成就了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臣。谢氏的智慧在哪里？就在于他懂得守住那个根基，守住那个最后的底牌，才能真正保护自己最爱的人。各位听到这里，肯定有人心里不舒服，会说，曾老师，你这不是叫我们自私吗？一家人搞得像防贼一样，这亲情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是救命的智慧。你把财产权交出去，儿女心里能真的轻松吗？他们也会有压力，也会有道德负担。万一哪天你病倒了，而你为了救你，要卖掉自己的车，要背负巨额债务，那个时候他们心里是什么感觉？一开始是焦虑，后来是疲惫，最后往往演变成一种潜意识里的逃避，甚至是怨恨。但如果你手里有钱，你自己能解决这些问题，儿女过来陪你聊聊天，削个苹果，他们不需要为了医药费发愁，他们感受到的是纯粹的亲情。你守紧这两样东西，是为了不让儿女陷入那种要钱还是要命的两难境地。你这是在给他们减负，你这是在守护人性中那点仅存的温柔。最高境界的爱，有时候看起来是冷酷，但实际上是最深层的保护。我们再往深里说一层，很多老人之所以急着把一切都交出去，是因为内心深处有一种深刻的恐惧，怕孤独，觉得我现在对儿女好，把钱全给了他们，以后就会对我更好，就会多陪陪我。这是大错特错。亲情是求不来，是吸引来的。一个手里有底牌，心里有主见，生活的清爽有活力的老人，对儿女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依靠，是一种智慧的来源，儿女会自觉地向你靠拢。而一个把自己掏空了，整天除了唠叨就是祈求关注的老人，对儿女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，他们会下意识地想要逃离。这就是《易经》里讲的同气相求，你散发的是强者的磁场，你就吸引尊重；你散发的是弱者的磁场，你就吸引怜悯甚至嫌弃。反过来看，那些急着把一切都交出去的老人，结局往往是什么？我见过一位老里头，湖南人，省吃俭用了一辈子，积攒了一笔不小的存款和2套房产。儿子结婚的时候，他一口气把存款和1套房产全给了儿子，自己留了1套小住着。结果3年之后，儿子媳妇觉得小房子住得不舒服，又来劝老里头说，爸，你一个人住那么大干嘛？咱们换一换。老里头心一软，又答应。这次他什么都没了，住进了儿子买的新房里。没有2年，老里头生了一场大病，需要动手术，医药费要20多万。儿子媳妇为这件事大吵了整整1个月。老里头躺在医院的走廊上等床位。那段时间，他给我学生发了一条消息，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2件事。第一件是年轻时没有好好读书，第二件是老了以后把自己的退路全给光了。各位听到没有？那不是一句抱怨，那是一个老人用他最后的力气讲出来的教训。那该怎么做呢？我给大家说几条真正可以执行的建议。第一条，从今天起，把房产证上的名字认真看一看，只要你还活着，
那个名字必须是你的，哪怕儿女说的再好听，哪怕情况看起来再迫切，都不要动这个根基。这是你安身立命的本，这是你最后的退路。失去了这个，你什么都没了。第二条，把你的医疗储备金单独开一个账户，不要跟日常开销混在一起。这个账户就叫做我的救命钱。这笔钱的数目因人而异，但原则只有一个：任何人借口任何理由都不能动。这不是防儿女，这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，也是给儿女省去日后那份撕心裂肺的两难。第三条，学会慈悲的拒绝。当儿女提出要你过户产权，或者把存款给他们管理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发脾气，不需要翻脸，你就平静地告诉他，你的东西等你100年之后自然都是他们，但在你活着的时候，这是你的根基，你会守好，你会用好，用来让自己活得有尊严，不拖累任何人。这个拒绝说出来，他们当时可能会失落，但长远来看，他们会感谢你。第4条，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，让自己保持独立、有主见的状态。你可以随意买你想看的书，可以报名参加你想去的旅行团，可以跟老友在茶馆里坐一个下午，而不必担心回家被儿女嫌弃。当你活得像一棵生根的大树，儿女自然会像小鸟一样围着你转。第5条，不要用唠叨去换亲情。古人讲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对亲生儿女也是一样，你把嘴巴闭上，把钱袋子扎紧，你的气就聚住了，气聚住了，你的福报就留住了。有些话说出来是负担，吞下去是智慧。各位，我们这一代人吃过苦，受过累，最习惯的事情就是为别人活。年轻时为国家，为事业，中年时为爱人，为儿女。现在我们老了，是时候学会为自己活了。守住这2样东西，本质上是为了守住你独立的人格，做一个明白的老人，不要做一个透明的老人。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，你才能赢得儿女真正的尊重，你才能拥有一个真正清净祥和的晚年。你把儿女养大，供他们读书，看着他们成家立业，你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。接下来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把自己照顾好，成为社会的负担，不成为儿女的累赘。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，这就是对生命最深刻的负责。道德经里讲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你看透了人性，你就能驾驭它。你要让儿女知道，父母的爱是有边界，这是在教育他们敬畏生命，敬畏规则，这才是给儿女留下的最好遗产。你把房子守住了，你就是一座山；你把储备金守住了，你就是一口泉。山有高度，泉有活水，万物才能依附生长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你守住自己的根基，不给儿女添乱，不给社会添负担，这就是最大的善。这份善积累下来，就是你晚年最厚实的福报。今天这番话，你要是听进去了，照着做，认真守住这2样东西，3年之后，5年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晚年越来越稳，越来越有气，儿女对你越来越尊重。你要是听不进去，还是老样子，一股脑把一切都交出去，那也没办法。个人有个人的缘分，晚年的安稳是靠守出来的，不是靠交出去换来的。守住你的归宿，守住你的财库，守住你的心，钱财可以给儿女，
但要在你100年之后，感情可以给，但要给那些懂得珍惜的人。底牌可以亮，但要等到真正安全的时候。至于其他的，请你一定要学会守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愿每一位走到晚年的朋友都能明白这个道理，做一个独立、清醒、有定力的老人家，守住安身立命之本，守住最后的经济主权。这不是自私，这是看透人性后最深的慈悲。这不是防范，这是保护亲情最高级的智慧。命由心造，福自己求，守住了你的心，守住了你的根，你的晚年自然安宁，自然有光，自然有儿女绕膝的温暖。愿各位都能从今天起守住那个不能交的，守好那个属于自己的，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，活出尊严，活出底气，活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该有的那份精彩。